男人喜欢上 PW 了怎么办？从人性的角度告诉你如何攻略 PW 小美。如果你以为是疯狂的给他存单啊、充卡呀，那你可以赶紧划走啊！不要说是我的粉丝，肖哥丢不起这个人。老规矩，我给你们一个真实的故事，带你跑通全流程。这个兄弟呢，他姓陈，在广告公司工作，年薪大概30个吧。那兄弟这个人呢，他平时没有什么爱好，就喜欢下班回家打2把游戏。最近呢，他沉迷于这个三角洲，就有一个频繁点的 PW 小美，两个人是一个省份的，但是不在一个城市。这在一起玩的久了之后呢，这个兄弟就有点上头了，他就给这个小美来回存了有5个 W 的单子。即使女生一直说不用充那么多，但是兄弟呢，他还是固执的让女生收下了。那后面呢，兄弟就提出了想线下见一面，结果就被这个女孩以社恐为由给拒绝了。但是呢，他还是给兄弟打了个视频。女孩呢，她也确实不是照片长得真的挺好看的。那兄弟就想着一回生二回熟嘛，再点他玩一段时间，说不定以后就有机会见面了。后来呢，这个兄弟单都存了有大半年了，就开始给这个女孩点外卖了，还给她送礼物。直到上个月呢，这个兄弟再次提出想要见面，依旧被这个女生给拒绝了，并且还发现这个女孩不愿意接他的单了。反而去找别的老板去玩游戏兄弟当时是非常伤心的，就找到了我。那我也相信肯定不止一个这样的兄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你们可以在评论区说说你的情况让其他兄弟呢帮你阅听一下。我们再说回正题， PW 小美到底该怎么谈？首先 PW 这个职业呢，它其实跟晚上的那些场子，或者说我们平时喜欢打台球的那个对吧妹妹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需要去提供情绪价值的。他对你初期的好感可能源自于你是他们的会员，对吧？你应该获得专属的待遇，而非对你本人的一个认可。所以我的建议呢，就是暂停会员之后，观察对方是否还会主动的去付出时间、情绪。其次呢， PW 行业是存在人设包装的，年龄、职业、照片这些都有可能是虚构的所以一定要通过视频通话或者是日常分享比如说实时的一些环境生活的一些细节甚至是线下见面呢，来验证对方的一个真实身份。之前呢，有个好兄弟他刷了好几个 W 之后就发现对方居然已婚了。那最后一定要警惕的是什么？就是 PW 他们的工作性质，所以他们肯定会同时去服务于不同的 VIP， 对吧？甚至呢，他会维持多段的这个比较紧密的一个关系。所以你得观察对方是否回避公开你们的关系，是否总是深夜才回你甚至是拒绝加私人微包括他的朋友圈会不会屏蔽你等等。当你确认了这些东西以后，剩下的就很简单了。 PW 她也是女人，对吧？那是人就必定服从于人性。那焦哥是专门讲什么的呀？人性专业对口所以在前期呢，我就让这个兄弟以急需周转为由，先把存的单退了一部分回来。为什么要这么做？第一，我们可以确认这个女孩的人品。第二，当你给一个女人过度消费了，那这个女人对你的兴趣就一定是拦腰砍半的，这个就是人性。米都已经揣进兜里了，她哪怕只是把你当做客户，她都不会那么的上心了，更何况是感情呢？你在游戏里是神是皇帝，但是在她那儿可能只是流水。那女孩一开始呢，虽然说还蛮疑惑的但是退了一部分米给兄弟之后，她还是一直在关心兄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女生呢，就当时就发了一句话说你遇到什么事儿了？那我们怎么回的呀？我们直接回复说没事儿就是我准备买房了，家里催着相亲了。那这个女生当时直接回复说这么突然？我们直接怎么回复？我们说对，也老大不小了，该跟生活兑现了一直这么天天玩游戏呢，也不是个事儿女生直接回复说那以后你就不打游戏了吗？那我们当时直接回复说也不是完全不打但肯定不会跟你再打了。那女生怎么说的为什么呀？是我惹你不开心了吗？我们就直接回复说没呀，我点同一个 PW 从来不超过3个月久了就会腻嘛，换换口味理解一下。那发这句话之前，这个兄弟其实非常抵触的，因为他觉得这么说话太伤人了，他很担心女孩会难过会多想，所以他就问我能不能换一句。但是我呢，当时就告诉这个兄弟，当你遇到一件事情，以你的性格你一定会那样做这就是命是你性格的惯性，是你认为的本该如此。就像内向敏感的人在社交场合就会下意识的躲到角落里，对不对？这是你性格原本的路线。但是当你遇到同样的事情，你本该那样做，而你却主动选择了另一条路，那这个
就是运啊。当内向敏感的人主动开口和陌生人说话时，这个就是运的开始，让命运偏离了既定的轨道，有了新的可能。每一件让你焦虑痛苦的事情都是你命运的转折点。痛苦就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性格里需要修正的部分，而你每一次的主动改变都是在亲手转动命运的方向盘。所以这一次你要改变吗？那这个兄弟他想了10多分钟，他就告诉我，他说他愿意改变，然后呢这就发出去了果然这个女生这里感受到了我们的压力，这个让他非常的不舒服，他直接回复说行，你开心就好。 OK， 那接下来怎么办？就这样结束了吗？当然不是，我们亲手为这段不公平的关系画了一个逗号。为什么是逗号不是句号？因为在我的观察之下呢，其实这个女孩的人品非常不错只是说在一些趋于人性的选择下做了一些让兄弟很难过的行为，但是这个是很正常的，不是吗？换做你们也会是一样的。人是很复杂的生物，不要以某一个行为就去定义这个人的优劣势，他只是缺乏正确的引导和教育。那既然兄弟喜欢他，那为什么不尝试让他去变得更好呢？所以在这个断联期间，我不断的给这个兄弟在补认知、补情商、恋商、补人性课，并且也在不断的给他建设朋友圈。虽然没有一起打游戏，也没有聊天，但是这个女孩她依然经常给兄弟点赞兄弟好几次呢都忍不住想要去找这个女生聊天，都被我给劝住了。我跟他说，我说跟欲望对抗的过程是带着痛感的水，只要你对抗几次，你就会知道我在说什么。你是可以捕捉到那种真正掌控了自己的感觉的它是令人上瘾的。如果你很想联系一个人，这是你的欲望你不去联系他，这是你对抗欲望，并且在拆解这个步骤的时候呢，你的大脑里有清晰的认知，不去联系才是正确的做法，而不是给自己找100个理由去联系。人的段位就是在自我察觉和控制欲望中提高的，魅力也是从中而来的。想吃就吃，想喝就喝的这种状态，恰似孩童的这种直白感，是永远都没有办法产生魅力的。终于到了上周3晚上11点过，这个女生就主动联系了这个兄弟，说好久没看你上线了，最近是不是没打游戏了女生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也许是真的她想念兄弟了，也也许是孤单寂寞，也也许是没有客户了，不知道，信息量不够，所以我们要继续去搜集信息那这里呢，我们是直接怎么回复我们说每天下班就去夜跑健身了，偶尔周末呢有空就去自驾注意这里不是我们在胡乱扯皮，而是兄弟在我的影响和督促下真正的在行为的东西所以这个女生当时就直接说什么，说下周我要来成都玩，一起吃个饭呗。兄弟当时非常惊讶，女生之前一直抗拒跟他见面，那这一次呢，他们这么久没有联系了，而这个女生她本来住的就离成都非常近，就这周边嘛这个女生居然主动提出来但是这个兄弟他认真一想呢，他也明白了，之前的他就像一个肥宅一样，每天打游戏也不注重身材管理，也不注重形象管理就可能有点小米，对吧？那女生呢，就算不把他当客户，那你们觉得会有想见他的欲望吗？女生出门见一个男人的成本是很高的，如果你没有货真价实的一些魅力你就算见到了，那你们也会是见光死。但是兄弟呢，经过了这么久的一个长时间提升之后也是让我挺刮目相看的。他知道这个时候如果去答应女生的话，那之前做的所有的事儿以及我们的所有的铺垫就白费了。于是呢，兄弟就回复说不了吧，我查你战绩了你还是在跟之前那个男生玩看见你又在干我介意的事情，这一次我终于感觉不到任何心情了。女生她又过了半个多小时，直接是这么回复的，这么久没联系还查我战绩，我就知道你想我，周末出来见一面吧。兄弟当时是怎么回复的说那以什么身份见面呢？朋友吗？我的休息时间很宝贵，几乎都留给了自己和大自然了女生当时也直接回复说，万一我不只想跟你做朋友呢？看到没有兄弟当时怎么回复的？那你是要与我为敌吗？女生就回复说，哈哈哈，除了查我战绩，不想查我学历吗？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兄弟也就没有必要再矜持了后来两个人呢，确实是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是在这周一的上午确定了关系的。那这个故事呢，我们到这里就暂停一下打个总结吧。其实说到底PW 只是一种职业，只要你懂人性，任何职业的女人都是一样的。如果目前呢，你正处于类似的情况，或者说已经遇到了具体的困惑，可以滴滴嘛，对吧？焦哥在这里分析判断一定精准。还是那句话，弱者才会钻研情感和技巧，
强者只看人性。下期见。